上期咱们在搏命司翻完了12钗的死亡档案，那12首判词就像12封遗书，把大观园里的姐妹的结局提前剧透了个干净。但是警幻仙姑说了，那不过是文字预告片，真正的命运主题曲《红楼梦12支曲》还没开唱呢。这期更绝了，宝玉不光要听曲，还要先见几位特殊嘉宾，喝几杯特调饮品。仙子们本来等着接绛珠妹子，结果等来了这么个浊物，差点没把宝玉给轰出去。来，我们先听原文。宝玉恍恍惚惚，不觉弃了卷册，又随了警幻来至后面。但见珠帘绣幕，画栋雕檐，说不尽那光摇朱户，金铺地，雪照琼窗，玉做宫。更见鲜花馥郁，异草芬芳，真好个所在。又听警幻笑道：“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，皆是和媚翩跹，羽衣飘舞，娇若春花，媚如秋月。一见了宝玉，都愿傍警幻道：“我们不知系何贵客，忙地接了出来。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，故我等久待，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？”宝玉听如此说，便吓得欲退不能退，果觉自行污秽不堪。警幻忙协住宝玉的手，向众姐妹道：“你等不知原委，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，是从宁府所过，偶遇宁荣二公之灵，主舞云：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，功名义世，富贵传流，虽历100年，奈运中数尽，不可挽回者。故遗之子孙虽多，竟无可继业。其中唯嫡孙宝玉一人，秉性乖张，生情怪绝，虽聪明灵慧，略可望成。无奈吾家运数河中，恐无人归隐入正。幸仙姑偶来，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尽其吃完，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，然后入于正路，亦无兄弟之幸矣。如此主舞，故发慈心，引彼至此。先以彼家上中下3等女子之终身册籍，令彼熟完，尚未觉悟，故引彼再至此处，令其再历隐传声色之患，或即将来一物，亦未可知也。说毕，携了宝玉入室，但闻一缕幽香，竟不知其所逢何物。宝玉遂不禁相问，警幻冷笑道：“此香尘世中既无，尔何能知？此香乃系朱明山圣境内出生异会之精，和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，名群芳髓。”宝玉听了，自是羡慕而已。大家入座，小丫鬟捧上茶来，宝玉自觉清香异味，纯美非常，因又问何名。警幻道：“此茶出在放春山浅香洞，又以鲜花灵叶上所带之素露而烹，此茶名曰千红一枯。”宝玉听了，点头称赏。因看房内瑶琴宝鼎古画新诗无所不有，更喜窗下亦有拓绒，帘间石字粉屋，壁上也见悬着一副对联，书云：“幽微灵秀地，无可奈何天。”宝玉看了无不羡慕，因又请问众仙姑姓名，一名痴梦仙姑，一名钟情大士，一名隐愁金女，一名妒恨菩提，个个道号不一。少客有小丫鬟来调桌安椅，设摆酒馔，真是琼浆满饭玻璃盏，玉液浓针琥珀杯，更不用再说那摇馔之盛。宝玉因闻得此酒清香甘冽，异乎寻常，又不禁相问。警幻道：“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万木之枝，加以临水之胚，凤乳之躯酿成，因名为
万宴同杯。宝玉称赏不迭。饮酒间又有12个舞女上来，请问演何此曲？警幻道：就将新制《红楼梦》12支演上来。舞女们答应了，便轻敲弹板，款按银筝。听他歌倒是开辟鸿蒙。方歌了一句，警幻便说道：此曲不比陈世忠所填传奇之曲，必有生旦净末之责，又有南北九宫之限。此或咏叹一人，或感怀一事，偶成一曲，即可谱入管弦。若非个中人，不知其中之妙，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。若不先阅其稿，后听其歌，翻成嚼蜡矣。说毕，回头命小丫鬟取了《红楼梦》原稿，递与宝玉。好，原文先到这儿啊。咱们先说仙子们见宝玉那段，他们等了半天的绛珠妹子，结果等来这么个浊物，一个个气得怨谤警幻。这个场景就像现在的粉丝见面会啊，大家等着看女神，结果主办方领进来了一个男粉丝，还说是个 VIP。但是您注意啊，在贾家，宝玉是个凤凰蛋，是女儿堆里的香饽饽，可是到了仙界，他反而成了污染源了，这反差太讽刺了，这叫反衬。在世俗世界里，宝玉是情圣，在仙界标准下，男性就是浊。宝玉的浊不是道德问题，是性别原罪。太虚幻境是清净女儿之境，他一个男的闯进来，天然就是个异类。再说宁荣二公托孤这段啊，我每读到这段都鸡皮疙瘩起来了。2位开国老祖死了都不放心子孙呢，灵魂还在宁府门口蹲着。他们说子孙虽多，竟无可继业，这话说得太狠了，等于把贾家所有男人全给否定了。贾赦、贾政、贾珍、贾琏没有一个靠谱的，只有宝玉略可望成，但是秉性乖张，生情怪绝，这不爱读书，只爱在女儿堆里混的性子，反而是全族最后的希望了。所以二公求警幻用情欲声色来警其吃完，这是以毒攻毒啊。但是后来这个事实证明，警幻这堂课彻底失败了。宝玉听完曲子照样吃完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宝玉的情不是教化能解决的，那是他的本性，也是他的宿命。那么现在就来说这段最绝的3个谐音梗啊。警幻给宝玉上的3款特调，香叫群芳水，茶叫千壶一哭，酒叫万宴同杯。曹雪芹这个文字游戏玩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群芳水是百花的精髓，水谐音碎，那么群芳碎裂，然后千红一哭谐音千红一哭啊，哭泣的哭，所有的红花一起哭啊。然后万宴同杯谐音万宴同悲，悲剧的悲，所有艳色同杯。这3样东西，闻香、品茶、饮酒，感官越享受，命运越悲凉。有人说这是曹雪芹的女性主义宣言，他创造了一个只有女性的理想世界，然后让唯一的男性这个宝玉来见证这个世界的毁灭。宝玉不是救世主，他是个记录者，是一个哭丧者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4位仙姑的名字啊：痴梦仙姑、钟情大士、隐愁金女、妒恨菩提。这哪是人名啊，这是情绪的人格化呀。就像现在心理学说的情绪小人啊，痴梦、钟情、隐愁、妒恨4种状态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所有人的命运轨迹，从痴到情，从情到愁，从愁到恨，最后妒恨解脱。这4位仙姑往这一站，就是全书的情节大纲了。还有那副对联啊，幽微灵秀地，无可奈何天。上句说的是太虚幻境的美，下句说的是命运的不可抗力。这10个字把全书的美学概括尽了，最美的地方发生最无奈的事儿。最后咱们来说曲子啊，警幻特意强调这曲子不比陈世忠所填传奇之曲，
没有生旦净末，没有南北九宫，这是自由曲，咏叹一人感怀一世。他还说，若非个中人，不知其中妙。若不先阅其稿，后听其歌，翻成嚼蜡了。这是一个阅读指南呢，你得先知道剧情，再听歌才能哭出来。那么12支曲是12首判词的升级版，判词是诗含蓄，曲子是歌直白。有点评者说，判词是预告片，曲子是主题曲，一个比一个催泪。那么宝玉终于拿到了《红楼梦》的原稿，12支曲子即将开唱。第一支《红楼梦》引子就要揭开序幕，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？这8个字一问出来，黛玉和宝钗的命运就要在曲中彻底揭晓了。想知道这12支催命曲到底唱哭了多少人吗？咱们下一期一起来听。